视频开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已经大半截身子入土，到了耄耋之年，还敢自主创业吗？有人敢啊！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个狠人，前面大半辈子像个特工一样潜伏，一过了80大寿，就如同神明附体，带着60个兄弟上山盖碉堡自主创业，不仅击溃了包围他的3万大军，甚至送敌方主将去见了安拉，在朝堂之上更是与妻子共治王国，正儿八经的男女平权。妻子呢也是个狠人，不戴面纱直接参政，就连主麻日的祈祷词都强行加上了他的名字。如果说每件事的重量级都约等于广岛原子弹，那么这对夫妻的几十年加起来，辐射76也就那么回事儿。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位也门历史上的满级老登特工阿里苏莱西。首先，阿里的出身，用现在的话来说，那绝对是根正苗红的正统体制内大院子弟，吐口唾沫都红得发紫，紫里透着黑。966年，他出生在也门地区的一个逊尼派名门望族。逊尼派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当时整个阿拉伯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是信的逊尼派，那就可以了。他父亲更是了不得，身份是逊尼派的大法官，可以理解为是当地最高法院的院长加民政局的局长加地方政协主席。只要阿里愿意，就算没法子承父业，也绝对能够当个社会精英中的精英，成为高端人士这一块。接着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阿里的父亲呢，给小阿里找家庭教师没做背调，找了个异端来教育自己儿子。这个异端呢是伊斯玛仪派另一个派别，老师呢叫祖瓦西，这里就叫阿祖了。阿祖天天偷摸着传授自己教派的秘密教义，并按照自己教派的方式去解读古兰经给小阿里听。时机成熟后，阿祖掏出了一本据说能够预言未来的神秘书籍，名叫形态之书。阿祖对小阿里说，你不是一般人。小阿里说，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啊，咱这不是家庭教师1v1吗？也没设班级啊。阿祖说，不是这个意思。接着就一边翻书一边说，小阿里早在永乐大典早在形态之书中有记载，你注定要成为伊斯玛仪派，并且你会是干出一番伟大事业的天命之子。阿里一听就乐了，天才在左，疯子在右，我是天资，我站中间。靠着这种神秘的宿命感，阿里秘密地加入了伊斯玛仪派。这个时候的阿里与父亲呢，就像是这就好比是马斯克的亲儿子，实际上是个极左翼且反资本主义者。好像还真是。在接下来的大几十年里，阿里迎来了他人生的平稳发育期。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双重继承。首先是他的法官老弟含笑九泉，老头到死都坚信好大儿是个继承家业的乖孩子。接着是他的导师阿祖也去见安拉了，临终前拉着阿里的手，把秘密教派的接力棒交给了他。现在阿里是地下组织的老大了，戴好穿山甲。既然当了组织的老大，阿里决定把业务做大做强。他利用老爹在官场上留下的人脉关系，成功谋到了一个可以说是量身定制的编制——朝觐总指挥官。工作内容呢，就是引导保护信徒前往麦加朝觐。对于旁人来说，这个工作很棒，因为收入极高，除了工资还能从商队里抽成收保护费，路过的城市呢还能免税倒买，油水比梁子都大。对于阿里来说，这个工作也很棒，除了钱之外，还可以合理的测绘地形、关卡、水源和要塞等等，沿途还给各大部落军阀递名片、传教、拉赞助。就这么说吧，这份工作算是国家垄断级的旅行社社长加武装押运长官加合法黑帮头目。接着是黄袍加身环节。阿里在任职的15年里，因为表现得过于慷慨与高尚，坊间谣言四起啊，都说这位阿里苏莱西未来会成为也门的国王。阿里立刻站出来说，本人暂无意愿参加也门国王的选举，转身的使用了加速计谋的决议。就这样，刚过80大寿的耄耋阿里做出了最终决定，裸辞创业。阿里就这样颤颤巍巍拄着拐，带着60个前同事上山了。这座山叫做马苏尔山，是阿里这15年来侦查到的最适合创业的风水宝地，位置更是棒，就在也门首都与红海海岸之间，而且极为险要，只有几条狭窄的羊肠小道能通往山顶。对于也门的领主来说呢，可谓是眼中8尺生锈钉，肉中3丈倒钩刺。这位领主即刻点兵3万，给马苏尔山围了起来。那飞龙骑脸怎么说？这个500倍的数量差距，就算是攻打天宫也输不了啊！
确实输不了。所以阿里化身阿萨辛导师，派了几个兄弟作为刺客，俯冲下山，直接干碎了敌方指挥部。几位主将当场就去见安拉了。3万大军刹那间群龙无首，而且早有耳闻啊，这个阿里并非一般人物。顺势作鸟兽散，阿里就此一战封神，带着兄弟们下山到也门首都称王。到这里呢，就算是创业成功上市了。让我们隆重欢迎第2股东阿里的堂妹兼妻子，阿拉伯第1大女主阿斯玛。在光明的中世纪呢，女性一般是隐形的，更别提伊斯兰教了，女性还得戴假西布。阿里的老婆呢，不仅抛头露面，而且参与国家最高政务会议，在代表国家主权的周五祈祷词中也有妻子的名字，而且与阿里并列的。这么看，武则天也就这么回事啊。阿里对她也是极度尊重。妻子掌控着国家的财政大权，有了妻子作为稳固的大后方，阿里看上了也门地区的纳贾西王朝，正面硬刚还是成本太高了。于是阿里回想起了马苏尔山一战的破局之法，给纳贾西送去了一个美人作为礼物。老话说得好，美人如蛇蝎。1060年，这位美人递上了一杯特调，那不出意外，纳贾西呢喝完就死了。阿里趁机发兵，兵不血刃夺下了大片地盘。3年时间基本就统一了也门，接着一路向北，仅用了1年时间又攻下了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圣地麦加。先知穆罕默德就出生在这里，天房科尔白也在这里。到这儿呢，也就是1066年，阿里整整100岁，正张罗着去麦加办这个100岁大寿之际。纳贾西的儿子带着70人残部徒步跑了3天，手里拿着顶端钉着铁钉的棕榈树枝，愣是追上阿里的队伍，在半路上发动了夜袭。按说呢，老阿里打了一辈子神仙仗，那夜袭又怎么样呢？这回不一样，保护阿里的不再是当初的60人，而是阿里高薪外包的5000名埃塞俄比亚雇佣兵。纳贾西之子带着残部杀到阵前，这些拿钱办事的临时工当场倒戈。敌军涌入营帐，杀死了阿里的所有的兄弟和王室里所有男孩。阿里本人呢也没能逃脱，当场就被斩首了。回看阿里的这一生，你会发现啊，历史给他安排了一个极其工整且粉丝的闭环。马苏尔山上，阿里忠诚的60人死士能冲3万乌合之众，奇迹般的赢下这500倍差距的仗。20年后，纳贾西之子带着忠诚的70人旧部，能冲阿里5000之众，杀了阿里和全家170余口男丁。枪声一响，金钱维系的军队立刻作鸟兽散，而靠忠诚维系者刀刀见血。当阿里那颗100岁的头颅插在长矛上，就竖在他被俘虏的妻子阿斯玛的牢房窗外时，不知道这位100岁老人会不会后悔，会不会想起20年前在马苏尔山上时那60个愿意跟着他出生入死的追随者。总之，这里是徐人梦，喜欢这期视频请务必3连关注，我们下期见。